美国全面松绑了韩国导弹，未来有可能是瞄准到东京了。那么拜登这么干，是不是背后有可能捅菅义伟一刀啊？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韩国总统文在寅访美期间呢，则是获得了美国几个大礼包，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美韩终止韩美导弹指南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协议。那么韩国在导弹的最大射程和重量上就不受限制了。文在寅后来表示呢，非常感谢与美国达成这么一个协议，达成这么一个共识，而且呢，这被认为是韩国逐渐获得军事自主权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放开这个导弹的射程限制啊，给韩国到底要干嘛呢？那就看韩国的导弹到底用来对付谁，中国、俄罗斯、朝鲜还是日本。其实韩国如果想发展远程导弹呢，对付中国、俄罗斯啊，不太现实，因为毕竟中俄是什么，都是全球性的核武大国，中国、俄罗斯的各种战术导弹多的是。韩国就算有点导弹能够打到中国、俄罗斯又怎么样？这两个国家是失多不养，债多不愁啊。而且中俄要打韩国的话，那毕竟是双方都离韩国太近了，挨过中国或者俄罗斯的打，那么朝鲜看韩国都是好啃的骨头，所以你没事招惹中国干什么？所以韩国打中国的话意义不大，甚至是给自己惹祸的事儿。那么韩国需要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对付朝鲜吗？其实也不需要，因为朝鲜离韩国就更近了嘛。你想想看，双方是挨着的呀。射程800公里的导弹足够韩国从南方起飞飞机，然后空中发射的时候覆盖整个朝鲜半岛。那么韩国发展远程导弹能够攻击和威胁并且有意义的国家就只有一个了，日本。那么他们对日本来讲呢，一向是有一个很强的竞争需求的，所以这么干的话呢，美国实际上真的是给菅义伟背后捅了一刀。因为在日韩之间，美国必须要拉一个平衡。我们知道呢，这两个国家也是有世仇啊，双方在独岛问题上有领土争端，而且韩国社会里边反日情绪呢一直也比较高涨。韩国发展武器呢，也很多东西啊不是针对朝鲜，是针对日本的。你比如说日本搞宙斯盾舰，搞那个金刚嘛，搞完金刚，韩国就要搞什么世宗大王之类的。然后日本发展轻型航母，韩国也要搞个独岛出来。日本要搞五代机，韩国造出个准五代机来。不管是不是到五代标准吧，起码我得搞啊。日本现在在搞这个高超音速武器，韩国也要跟着学，反正永远不愿意跟日本拉开距离。那么美国干嘛要纵容这个韩国搞这种竞争呢？首先是心理上要给韩国一个安慰，让韩国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了。以前呢只有800公里以内射程的导弹，现在超过1000了，就是韩国距离宇宙大国又前进了至少200公里啊。第二呢，反正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呢，说到底还是在美国手里，说放松其实没放。那么韩国有这个导弹了，相当于美军自己也部署了，等于美军一声令下，韩国开火就可以了，这比美国自己部署能少去不少的外交风险。第三个就是告诉日本，我在东亚不是只靠你日本做基地的，我美国不是没有备胎呀。所以说好听一点，我把技术分给韩国，分给日本，你们都发展，这雨露均沾。那说不好听点，就是多给日韩制造贩卖点焦虑，让他们能够更好的体会到服从美国的意志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啊，小小一枚导弹射程从800到1000，射程其实没有多少本质的变化，只不过威胁范围这么一大，反而是把韩国放在了一个不太好的位置上。这样一方面美国可以种下一个怀疑的种子，就算你韩国不去打俄罗斯，不去打中国，那么中国和俄罗斯看你韩国的眼色恐怕就有变化吧。你拿这么远的武器想干嘛？小孩玩大炮，你危险不危险？对于日本来讲，恐怕以后更要求着一点美国。你看韩国有这么好的武器了，而我日本还没有；韩国有进攻性武器了，我日本也没有。那么新的平衡该如何达成呢？日本必须要跪下来，重新好好求一求他的美国爸爸。好，关于美国给韩国导弹松绑到底有一石几鸟，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